2019年7月29日，中共前總理李鵬的葬禮在北京八寶山靈堂裡舉行。與其他中共高層人物去世時一樣，新華社也發布了對李鵬的悼詞，其中提到，他在三峽工程科學民主決策和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中，在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堅決支持下，李鵬同志旗幟鮮明，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數同志一道，採取果斷措施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悼詞發布後，引起了很多人的爭議，因為這在很多了解6四屠城歷史與三峽工程上馬內幕的人看來，並不是什麼對李鵬的讚揚之詞，而是將他最大的2項罪行一一列出，聽起來更像是對他的審判詞。而同樣更引起爭議的是，在中共黨媒播出的葬禮現場畫面中，人們察覺到的一些異樣。在黨媒的報道中，習近平率全體常委致哀，習近平向李鵬遺體3鞠躬。一直揣測會不會出席的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被幾人搀扶着出來，不過身體嚴重衰弱，親自前來告別，令人驚奇。然而，讓人感到更驚奇的是，另一位中共前總書記胡錦濤並沒有出現。新華社只給出了模糊的報道。胡錦濤在外地送花圈，對李鵬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有人認為，胡錦濤如果沒有重病，應該乘坐專機前來出席告別式，不成問題。他沒有出席，是一個問號。觀察人士隨後發現，接替李鵬與江澤民搭檔的前總理朱鎔基，以及隨後胡溫時期的溫家寶總理都未出席。有分析認為，胡錦濤不願與李鵬綁在一起。具有改革形象的朱鎔基，曾經是趙紫陽辦公廳主任的溫家寶，更不願意出席天安門屠夫的葬禮。而新華社在報道時，則以在外地送花圈等模糊語句帶過。一時間，各種猜測在海外媒體上鋪天蓋地。但其實不然。如果往回查看2015年萬里的遺體告別式和喬石的遺體告別式，也是除了现任国家级政治領導人及現任政治局常委外，僅提到2位前總書記江和胡，其他人也是在外地送花圈，也沒有提到其他退休元老，包括其他退休的政治局常委。据了解，自18大以來，中共當局对此類報道採用了規範化、模式化的處理。新華社在播報黨國領導人遺體告別式時，除現任國家級政治領導人和前任總書記之外的領導人，其他退休元老，包括其他退休政治局常委，一律不再提及，都以等字代替。对比李鵬與此前萬里、喬石的逝世訃告可以發現，他們都被評價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一字不差，連標點符號都一樣。由此可見，這只是統一的規格和模式，不會因人而異。中共高層的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當然不會在公開的告別式上暴露出來。只要當局為誰舉辦了葬禮，反而會把他們之間的矛盾統統掩蓋起來，這是為了黨國的形象。但為何偏偏李鵬的葬禮引起如此多的猜測呢？其實很大原因是，深埋人們心中對李鵬屠夫形象的記憶又被勾起。因為就在駐各國大使館降半旗為李鵬致哀的同時，大使館外的抗議民眾也拉着橫幅慶祝李鵬之死。那麼，身為中共前總理的李鵬，為何會如此遭人痛恨？在6四之後，李鵬又做了什麼人神共憤的事情？李鵬的貪腐家族究竟擄獲了多少財富？他晚年最後的日子又是怎麼度過的呢？下面就快訂閱 Zero 檔案，我們將為您講述6四天安門屠夫李鵬最後一天的故事。李鵬是個大草包，這是被公認的事實，以至於民間流傳了很多相關的笑話，其中有2個比較經典。6四之後，有一個人在大庭廣眾之下說李鵬是一個白痴，被抓捕判了7年徒刑。他申辯說，誹謗罪最高刑期才3年啊！法官答：你犯的是洩露國家機密罪。1998年長江發生洪水災難，江澤民到抗洪前線動員抗災，沒有效果，
朱鎔基也去鼓勁，沒有效果。李鵬去了，大家把他推到江裡，馬上就堵住了洪水。後來洪水退了，中國人這才明白，因為他是全中國最大的草包。笑話雖然是編的，但李鵬是大草包，這的確是公認的事實。那麼，既然是草包，又是怎麼當上總理呢？這還要歸功於中共的政治遺傳學家陳雲。據說陳雲為了紅色江山的穩固，曾留下4條遺訓，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權力要移交給自己的孩子，不然以後會被挖祖墳。的確，如果不由自己人牢牢掌控權力，將來中共確實會被挖祖墳。因為自中共在大陸建政以來，抓反革命、殺地主、反右，以及大躍進引發的大饑荒，還有10年文革浩劫，這一系列人禍讓中國這片土地生靈塗炭，人性泯滅。但是，就像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所說，我們的黨是從來不會承認錯誤的，因為他們自己也非常清楚，那些滔天罪惡要是被清算的話，中共的權力高層將會面臨滅頂之災，是真的會被挖祖墳的。所以在6·4後，陳雲提出，中共高層每家都要出一個子女從政，這完全是出於對紅色江山會落入外人之手的恐懼。其實，中共在建政初期就有意識地培養自己的子弟做接班人。比如在1948年9月，中共就把自己的子弟21人送到蘇聯去學習，其中就有高崗、任弼時、蕭勁光、王稼祥、葉劍英等的子弟，還包括一些烈士的子弟，包括李鵬。而毛澤東、劉少奇、陳伯達、朱德的兒子女兒已經從蘇聯回來了。文革中，毛澤東、林彪就迫不及待地安排自己的孩子準備接班，如毛澤東把自己的30多歲的侄子毛遠新安排為瀋陽軍區政委和中央政治局與毛澤東的聯絡人，把自己的女兒李呢安排為解放軍日報總編輯、北京市委書記。林彪把20多歲的兒子林立果安排為空軍作戰部副部長。所以說，所謂陳雲的那條遺訓，只不過是繼承了毛澤東、林彪的這個家天下世襲制度的遺志罷了。而李鵬則是這其中一個例子而已。李鵬在中共高層有許多的後台，如周恩來、陳雲、李富春、聶榮臻。因為李鵬的父親李碩勳和李鵬的舅舅趙世炎在中共早期和這些人同生共死過。1931年，李鵬的父親和舅舅被國民黨殺害，所以這些人就把李鵬視為自己的子弟，而精心照顧培養。其中，李鵬與周恩來、鄧穎超的關係最為密切。其父死時，李鵬才2歲，那時他還叫李遠鵬，後來為了更顯陽剛之氣，才改名李鵬，由母親趙君桃獨立撫養。1939年，周恩來、鄧穎超在成都見到了李鵬，把他帶到重慶，入讀陶行知創辦的育才學校。半年後，又托人送到了延安。周鄧對於李鵬的恩義，並不遜於一般父愛和母愛。1945年，李鵬赴前線，鄧穎超拿出自己御寒的衣物給他帶上，周恩來也送他一床毛毯。要知道，在物資匱乏的當時，毛毯、毛衣都是十分珍貴的東西。在延安时期，14歲的李鵬就經常去陳雲家裡玩耍，並在那裡第一次看見毛澤東，並和毛說了幾句話，給毛留下深刻的印象。毛告訴陳雲，這個娃娃了不起，要好好培養，將來一定是個人才。陳雲大概銘記住了毛這句話，再加上陳雲和李鵬的父親在中共初期一起工作過，陳雲從此精心培養起李鵬來。1955年，李鵬自蘇聯莫斯科動力學院水力發電系畢業，文革前一直在東北電力系統工作，後被周恩來調到北京做供電局黨委書記。文革後的1979年，被陳雲提拔為電力部副部長。當時電力部的副部長有10幾個，李鵬是資歷最淺、年紀最小的。1981年，在陳雲的背後示意下，電力部部長劉蘭波推舉李鵬為部長，受到幾個副部長的上書反對，但是李鵬還是成為了部长。在一次中央會議上，聶榮臻看見李鹏說：“你長大了，今後該你們接班了。”自此，李鵬開始了他坐火箭式的升遷之路。1982年，中共12大上，54歲的李鵬成為中央委員，第2年成為副總理，第3年成為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成為政治新星。在12大結束後，政治局和新當選的39個年輕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見面。陳雲對李鵬說：“多年不見了。”李先念對李鵬說：“久仰久仰。”鄧小平則說：“你爸爸是李碩勳，我們熟得很。”聶榮臻問候道：“你媽媽身體可好？”可想而知，李鵬有這些大佬做後台，想不當總理都不行。加上還有乾媽鄧穎超在背後坐鎮。傳言鄧穎超在高層說過：“我的兒子為什麼不能當總理？”而李鵬當上總理後，十分注重造型和風度，連說話的口音都刻意模仿周恩來。而李鵬之所以能從眾多紅色子弟中被提拔，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權力鬥爭的結果。除了鄧穎超為自己的干兒子說話，對李鵬的升遷還起到關鍵作用的是當時在中央掌握幹部大權的陳雲。其實在1976年到1982年期間，中共還是葉劍英說話算數。那時的葉劍英可以決定华國锋、江青、鄧小平、陳雲等人的命運。但是在1982年之後，葉劍英年老體衰，已無力在背後操縱政局，導致鄧小平、陳雲分別掌握了黨政軍大權。在80年代初期，掌握中央高級幹部提拔大權和紀律監察大權的是陳雲，鄧小平只是掌握軍隊的大權和中顧委的大權。1983年6月，6屆人大會議任命了4個副總理：萬里、姚依林、李鵬，還有田紀雲。總理是趙紫陽。1985年9月，李鵬成為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其中，趙紫陽、萬里、田紀雲是改革派鄧小平的親信，姚依林、李鵬是保守派陳雲的親信。鄧小平、陳雲這個安排，也就是為未來的總理做了鋪墊。顯然，關於副總理的人選，只有鄧小平、陳雲2個人才有話語權。從此，更加激烈的權力鬥爭和經濟路線鬥爭開始了。1987年，葉劍英派系的總書記胡耀邦下台，鄧小平派系的總理趙紫陽成為總書記，鄧小平、陳雲2派開始爭奪總理的位置。當然，這一切權力運作和權力鬥爭都是2個老人在暗中進行的。經過陳雲、李先念在背後的一番鼓捣，無事生非地抓住了萬里、田紀雲的小尾巴，迫使鄧小平放棄了他們。這樣一來，就只能在姚依林、李鵬2個人中間選擇了。由於鄧小平堅決不同意姚依林做總理，一是年紀大，二是他只是熟悉財貿工作。其實就因為姚依林是陳雲經濟路線最大的維護人，所以鄧堅決不同意姚依林做總理，陳雲只好放棄姚依林，這樣只剩下李鵬這一個總理人選了。鄧小平知道李鵬是陳雲的人，他也說李鵬只懂電力不懂經濟，不是總理的合格人選。但礙於一時拿不出更加合適的人選，就是拿出来，陳雲、李先念也不會同意，所以只能被迫同意陈云、李先念的提議。就這樣，經過多年的權術較量之後，草包李鵬終於成為了總理，而正是這個草包，也將為中國帶來災難。趙紫陽的秘書鮑同曾表示，趙紫陽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时期的5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水準最低的就是李鵬。曾经擔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6·4天安門事件親歷者陳一茲也表示，我曾和李鵬有很多接觸，他這樣無德、無才、無能的人，能當上中國國家領導人，只有在中國這種特定的制度環境下才有可能。無用之用即是大用，這句話在草包李鵬的身上可以說是體現得淋漓盡致。6·4是李鵬一生都抹不去的一個污點，很多人只要一談起6·4屠城，首先腦子裡就會跳出當年在電視畫面中播出的李鵬口口聲聲要鎮壓學生的經典屠夫形象。在有良知的人們，甚至是許多中共內部官員的心中，李鵬已經被深度綁定在6·4屠城那根恥辱柱上。趙紫陽在被中共軟禁後，在其回憶錄《改革歷程》一書中，詳細揭露了李鵬在6·4前後的小人嘴臉。趙紫陽對1989年那場學潮的應付方法是讓學生復課，和學生對話，反對流血衝突，懲罰違法學生。趙紫陽在回憶錄中寫道，我這些意見李鵬和各位常委都接受了，並形成了文字，
都以文件形式通知了各地和部門。事後听说，李鹏把这3条意見報告了邓也同意。如果当時按照趙紫陽的處理方式平息事態，學潮不会愈演愈烈。而問題就出在趙出訪朝鮮的期間。趙紫陽在回憶錄《改革歷程》中多次提及李鵬在8·9民運中的角色。當年趙紫陽出訪朝鮮期間，李鵬代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工作，將學運定性為有組織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政治鬥爭，並向鄧小平匯報，最後促成人民日報426社論，將學運定性為動亂。趙在書中寫道，426社論不僅激怒了學生、機關、團體、民主黨派，也普遍抵觸。他們認為學生關心國家大事，關心改革命運，提出社會熱點問題是可貴的愛國行為。政府站到學生的對立面，給他們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政府這樣做，社會上更加同情支持學生。關於李鵬是如何與鄧小平匯報學潮情況的經過，後來在香港出版的李鵬的6次日記中就有相關記錄。就在4月23日，趙紫陽去朝鮮以後，李鵬日記中寫道：晚8時半去尚昆同志處分析形勢，他也認為形勢在發生變化。他鼓勵我去找小平，我要他同去，他同意。日記中沒有繼續記載李鵬和楊尚昆到鄧小平處匯報的具體內容，也沒有鄧小平做的指示。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鄧小平是在李鵬提供的信息基礎上做的決定，而李鵬腦袋所存儲的信息在他日記中有所記載，如日記4月19日記載，各大城市都有學生騷動，已成為全國性事件，矛頭直接對鄧。4月23日晚上，李鵬和楊尚昆到鄧小平家匯報，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正是這天晚上，鄧小平做出了學運是反革命動亂的定性。李鵬在4月24日晚8時召開常委碰頭會，傳達了鄧的指示後，與會者達成了對學生運動的新認識。這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的旨在打倒共產黨的政治鬥爭，中央必須旗幟鮮明地採取得力措施。碰頭會決定由人民日報發表一篇有分量的社論。李鵬的6次日記4月25日記載10時去鄧小平處，我和尚昆去的。他聽完我們簡單的匯報後，講了一篇話。他確定當前是一場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動亂，必須態度鮮明地盡快加以制止。於是，經過李鵬的匯報，李鵬傳達鄧的指示：1989年學生運動的性質由矛頭直接對鄧，變成了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動亂。趙紫陽在其回憶錄中提到，李鵬曾向嚴明甫說過，如果趙回來不支持426社論，他只有下台。李鵬和姚依林商定，一定要我回國後表態支持。就這樣，李鵬一步步完成了對趙的逼宮，可以見其內心險惡。趙紫陽回京後，曾在5月4日發表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講話，為動亂定性降溫。在這個過程中，也頻頻遇到李鵬等人的阻撓。趙的回憶錄中寫道：一方面是我和列席常委會的幾位同志楊尚昆、萬里、薄一波採取這一方針，積極轉彎子，改變426社論的定論，而李鵬等人卻極力阻撓拖延，甚至破壞。所以5·4講話中對話疏導的方針都無法貫徹。在李鵬阻撓的同時，鄧小平也一直避見趙紫陽，因為鄧可能是想起了自己在文革中自己兒子跳樓摔斷腿的悲慘往事，害怕這次自己真的會晚節不保，所以鐵了心要強硬對待這次學潮。最終，鄧在他家裡召開了常委會，趙紫陽在這個會上表達了想要平息事態的意願，但鄧並不理會他。趙紫陽這樣記錄了鄧最後拍板的時刻：在我陳述我意見的過程中，鄧的表情很不耐煩，不以為然。最後鄧拍板說，事態的發展更加證明426社論定性的正確，學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問題出在黨內，出在趙的5·4講話。現在不能退了，否則不可收拾。決定調軍隊進京，實行戒嚴。
並且指定由李鵬、杨尚昆、喬石組成3人小組負責實施。至此，趙已無法扭轉局勢。最後，李鵬在5月19日晚宣布，北京在翌日戒严。如果再不迅速扭轉局面、穩定局勢，就會導致全國範圍的大動亂。我們國家的改革開放和司法事業，甚至於我們的廣大的革命的先烈用鮮血創造出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途和命運，都面臨着嚴重的威脅。而趙紫陽沒有參加那場宣布戒嚴的大會，而是在此之前的當日凌晨到天安門廣場探望絕世學生，這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公開露面。他拿着擴音器說：“我們在這台灣了你們不管怎麼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你們還年輕同學們來日方長，你们不像我們就已經老了，无所謂。”一個是屠夫總理，另一個是堅決不鎮壓學生的總書記，兩個對比如此鮮明的形象，已經深深刻入全中國人以及全世界人的心中。其實稍微有點思考的人都知道，最終下令的是在背後垂簾聽政的鄧小平，李鵬只是個台前木偶，区区一個小總理根本調動不了軍隊，也下不了最終鎮壓的命令。但李鵬衝在了前台，拋頭露面，成了鎮壓的象徵性人物。李鵬成了個晦氣的東西，以至於很多人都不想與他沾上一點點邊。1993年，李鵬在全國人大會議上走連任國務院總理的過场時，得到了210張反對票，這在中共建政後實屬空前絕後，可見在黨內李的名聲也很臭。後來李鵬曾寫過近30萬字的《關鍵時刻李鵬64日記》，在日記中披露了不少內幕，但因為內容敏感而不被中共高層批准出版，後來輾轉到香港出版。李鵬早在2004年就寫好64日記書稿，印送元老高官，他們沒有誰對此表示鼓勵，其中很多人及其家屬很不樂意李鵬將他們記錄在案，他們对自己的名字與李鵬聯繫在一起都覺得惡心。消息人士說，就連親自拍板造成6·4曠世悲劇的鄧小平，其家屬對李鵬也是怨恨有加，認為是他的匯報渲染和推波助瀾，造成了鄧小平的歷史名聲受到極大的損害。據稱，鄧小平遺孀卓琳去世時，鄧家就曾反對李鵬前往吊唁。李鵬在書中再怎麼對鄧小平的英明決策歌功頌德，他們也一點高興不起來。李鵬6·4日記的書稿提醒了很多退下的元老，都投入了整理日記和寫作回憶錄之中。有的文化水平較高的是自己伏案，有的是子女捉刀，更普遍的是由公家配備筆桿幫其錄音整理。而且他們往往一開始就策劃制作2個版本，一個是在中國目前體制下能夠公開出版給當下民众看的版本，一個是私下寫作秘而不宣留給歷史的內部版本。李鵬的6·4日記雖然因為各種原因未能在大陸出版，但是他的另外一本與6·4日記具有同等分量的書《三峽日記》卻能順利出版。而三峽大壩的修建是他執政生涯的另一大污點。毛澤東在1953年初視察三峽時曾說，三峽水利樞紐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最後下決心確定修建及何時開始修建，要待各個重要方面的準備工作基本完成之後才能做出決定。毛還饒有興致地做出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的詩句，表示出其對建設三峽工程的設想。這並不只是說說而已，自稱為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也想像古代帝王一樣，建造能讓千秋萬代銘記的浩大工程，彰顯自己的豐功偉績。於是毛指定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督辦，但在當時，黃萬里、李銳等人強烈反對三峽工程上馬。李銳等人認為三峽工程太複雜，除了技術上的困難，這麼大的工程會排擠掉其他計劃外，因為淤泥等問題，
建大壩也不一定就能一勞永逸。此外，上有移民、水位俱升等問題，因此应该考慮其他替代的可行方法。在这种情況下，考慮國力、技術和國內國際形勢等其他因素，毛澤東最終決定暫緩實施三峽工程，先修建葛洲壩水電站，作為三峽水電站的實驗工程。直到文革結束後，三峽工程才又被提上日程。1980年7月，鄧小平坐船視察了三峽地區，在船上鄧小平聽取了關於三峽工程的匯報。60年前的1920年，鄧小平從重慶乘船去上海，然後去法國，途經三峽，船發生事故，不得不棄船走陸路，路途十分艱辛，終身難忘。船到武漢，鄧小平立即召見胡耀邦、趙紫陽和姚依林，要求馬上準備三峽工程立項事宜。1個月後，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由國家科委和国家建委組織專家對長江三峽工程進行論證。我贊成堤壩方案，看準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1982年，鄧小平關於三峽工程有這樣的表態。於是，在80年代，建壩之說再度興起，但是反對聲強烈，全國政協反對的聲音最大。當時主政的趙紫陽詢問鄧小平，鄧說了一句：“上馬有政治問題，不上馬更有政治問題，支持建造。”聖旨一下，就開始有人打起了算盤。而李鵬就是那個最想要邀功請賞的。李南央對李鵬是入木三分之見，因為其父李銳任水利部副部長時，李鵬也是副部長。李南央說，開始李鵬還是反對建三峽的，他畢竟學過水利專業，懂一些水利科學知識，也知弊大於利。他見鄧小平是主建派，立即拋棄反對立場，緊跟鄧小平，並成了籌建操作三峽工程領軍角色。但是爭論一直持續到6·4之後，最後在江澤民6·4後倉促上台定案。江當時權位不穩，李鵬咄咄逼人情形下，同意建造大壩。李鵬在黨內鬥爭勝利了，但在舉手機器全國人大表決時，僅以相對的最低支持率通過，1767票贊成，177票反對，664票棄權。這種情形不是絕無僅有，也是十分罕見。由此可見，三峽在中共黨內從來就沒有共識，只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一派，如李鵬者急於建功立業，名垂青史。三峽工程自始至終爭論不休，從強制拆遷到遷移百萬沿河人民，從地質破壞環境污染到蓄水淹沒千年古城古蹟，質疑聲從未間斷。大壩開始蓄水時，官媒新華社報道，大壩將預防萬年不遇之特大洪水。同一個官媒後來又說防的是千年不遇的洪水，最後倒退到百年一遇。央視後來又引述專家表示，不要對三峽防洪能力指望過高，這種翻來覆去的表述引發更大疑問。三峽大壩的建造質量也引起質疑。李南央引述專家說，當時的水泥強度嚴重不過關，三峽大壩的混凝土澆築至少需要410萬噸強度，可當時中國國內能實現的最高的強度是207萬。按理說不應立即上馬，但鑑於6·4後形勢，還是上馬了。結果至今關於大壩質量的爭議不斷。中國著名水利專家黃萬里教授曾經一再指出，三峽大壩上馬，早晚還是要炸掉。長期研究三峽工程的王維洛博士也多次指出，未來三峽大壩一定會出事。但是對於急功近利的中共，未來不在話下，形象工程最重要。2019年，旅居德國的水電專家王維洛發表研究，包括变形、滲漏，並引用另一位學者的研究表明，每立方米混凝土僅用了16.5千克鋼筋，這是比豆腐渣工程還豆腐渣的工程。三峽大壩引發如此嚴重深重的懷疑和憂慮，主要是因為壩下流域是中國最富庶的長江流域，最蓬勃的經濟發展地區，有幾億生靈，人們擔心中共高層短見釀成歷史大錯。即便是現在，也有專家認為亡羊補牢仍未晚矣，希望立即公開討論，進行獨立調查。與其存在大壩決堤禍害子孫的重大隱患，不如早點糾錯，免除可能的悲劇。但這對於從來都光榮偉大正確的中共來說，
認錯是不可能的。有意思的是，在2009年三峽工程全部完工的慶典上，沒有一個中共領導人到場祝賀，極為罕見。2013年9月16日，李克強簽署針對三峽工程的海陸空4級防衛條例，中央軍委還抽調一個團兵力4600人保衛三峽安全，足見三峽工程的隱患。江澤民一向好大喜功，好出風頭，他親自主持修建的三峽工程，他既不現身完工慶典，也不將其相關講話收入其個人文選，可見江也深知三峽工程是一個禍害，江害怕对三峡工程負最大的政治責任。但讓江澤民沒想到的是，2003年李鵬出版的《三峽日記》中提到，1989年以後，所有關於三峽工程的重大決策都是由江澤民主持制定的，他對三峽工程的建設發揮了重要的領導作用。這是李鵬首次在三峽問題上將江澤民拋出，不知道江家人在看到書中這段時，心裡作何感想。6·4以後，趙紫陽下台，胡啟立、芮杏文、嚴明富也下台，常委中的李鵬、喬石、姚依林是總書記的人選。可是李鵬、姚依林是鎮壓派不得人心，不能做總書記。喬石左右摇擺，一會同情學生，一會又同意鎮壓學生，也不是總書記的人選。最後，陳雲指使李先念向鄧小平提出來，讓上海的江澤民做總書記。鄧小平也為趙紫陽的事情有些灰頭土臉，同時他也沒有更合適的人選，只好不情願地同意了江澤民為總書記。江澤民也是陳雲多年培養的親信。當年上海缺一個市長，陳雲背後鼓到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銳提名江澤民為上海市長，而李銳是陳雲的親信，也是陳雲安排到組織部工作的，所以江澤民就成為了上海市長，後來成為市委書記和政治局委員。6·4事件對江澤民來說，就像突然天上掉下來一個餡餅，使江從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一躍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位居中共第3代領導核心。江澤民一下子從李鵬的下級成為李鵬的上級，這難免讓李鵬感到不舒服。李鵬當時已是國務院總理、政治局常委，是中共內部名義上的第2號人物，在中央工作的資歷相當長。李自認為鎮壓民運、搞垮總書記趙紫陽有功，在那場關係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鬥爭中，最後在政治上反而一點好處沒有撈到，還得罪了大多數人，對江快速竄上位不滿。但是鄧小平、陳雲一直告訴李鵬要顧全大局，同時江澤民到中央後一直對李鵬畢恭畢敬、尊重有加，致使李鵬心裡平衡了許多。在1989年學生運動被血腥鎮壓的大氣候下，江澤民上位後以極左的面目出現，將那時對扼殺自由民主、反和平演變的言行，其殺氣騰騰的程度一點不比李鵬弱。當時江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適應形勢的需要，也是為了讓李鵬、王震、李先念、陳雲等人放心。然而江在政治上的极左表現又一度過了頭。他在中共建政70周年的講話中，鼓吹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鼓吹對改革開放要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這觸怒了鄧小平。1992年春，鄧小平南巡，強調要加快改革開放，誰不改革誰下台。之後江澤民不得不改變政治方向，變成擁護鄧小平的說法，從而逃過一劫。6·4後，李鵬還是2把手，李鵬這只老鳥似乎什麼也沒有得到。其實不然，李鵬得到了三峽工程。1989年本是三峽工程主上派和反對派決戰的一年。按照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計劃，1986年開始三峽工程的可行性論證，1988年完成論證報告，1989年國務院將審查上交的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如果報告通過，三峽工程可能立即上馬；如果報告不通過，將在擱置三峽工程一案。李鵬面對着一個強大的三峽工程反对派，他們中間有中国最優秀的各方面專家，還有中共退休高官、著名民主党派人士等等，他們有比主上派更優越的知識構成，而且國際輿論對三峽工程計劃多持批評意見。1989年2月底，
光明日報著名記者戴晴将三峽工程反对派的意見編輯成《長江一書》。三峽工程反对派在1985年成功阻止了三峽工程的上馬，并迫使国務院解散正在筹建的三峽省。他們認為在1989年也能阻止三峽工程的再上馬。但反對派萬萬沒有料到，李鵬利用鎮壓6·4對三峽工程反對派進行了莫須有的政治迫害。三峽工程成為鎮壓6·4的分贓物品，江澤民當總書記，李鵬的三峽工程。長江一書被當作為動亂與暴亂做輿論準備，奉旨銷毀的冊數在3萬冊以上。其主編光明日報記者戴晴被作為動亂與暴亂的幕後黑手投入了秦城監獄。李鵬無法在工程技術、生態環境和社會問題上駁倒反對派，只能採取卑鄙的政治上無限上綱、株連九族、全面绞殺的手段。江澤民沒有違背當上總書記時的承諾，大力支持李鵬的工作，支持三峽工程的上馬。剛剛上任才1個月的江澤民就到湖北省視察京江大堤、葛洲壩工程，還專程到長江水利委員會聽取關於三峽工程的匯報。回北京後即到醫院看望李鵬，並公開表態上三峽工程是必要的。有了江澤民的這句話，李鵬才得到了三峽工程。新總書記江澤民積極支持，這是政治交易，也是契約。江澤民、李鵬是同一個派系，又是經濟保守派，在大的問題上一直是互相支持、互相配合，所以他們倆的關係一直是比較好的。在1995年之後，鄧小平、陳雲逐漸去世，江澤民方才大施拳腳，培養了一些重要的幹部，逐漸壓過了李鵬的勢力。1997年，在中共15大上，已經站住腳的江澤民和朱鎔基打算讓69歲的總理李鵬退休，李鵬非常惱火。平時的李鵬說話比較遲鈍，一個字一個字的往外蹦，可是在一次常委會討論他退休的議題時，他突然異常麻溜的大吼一句：“要退一起退！”嚇得江澤民、朱鎔基再也不敢提這個話題了。這樣，李鵬就從總理轉為了委員長，繼續主宰中國的命運。當年在江澤民、曾慶紅培養習近平的時候，李鵬也積極支持培養習近平。因為李鵬和江澤民是同一個派系，並同鄧小平派系的胡錦濤做鬥爭，以阻止李克強上位。如果李鵬不支持習近平的話，江澤民、曾慶紅也不好硬提拔習近平。所以李鵬也是習近平所謂的尊敬的前輩。6·4屠城之前，李鵬會見伍爾開西、王丹等6·4學生代表時說：“我的子女和你們差不多大，沒一個搞關島的。”年齡上大學是吧？22、22、22、23，我最小的孩子比你們還大。我3個孩子，我告訴你，我3個孩子，我的孩子沒有一個是搞關島的啊，沒有一個。就像每一個還未原形畢露的中共貪腐官員一樣，在倒台之前好像都很清廉，沒有污點，而實際上李鵬的子女每一個都是問題多多。李鵬與妻子朱琳膝下有2兒1女，長子李小鵬與女兒李小琳活躍於政商界。李小鵬曾任交通運輸部部長。1991年10月，李小鵬便開始擔任中國華能集團公司、華能國際電力開發公司和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的掌門人，被稱為亞洲電王。在大型國企編制中，李小鵬屬於中央副部級官員。按說，這對於40多歲的他來說，級別已算不低。但李鵬不這麼看，在他的眼裡，李小鵬應該大鵬展翅，鵬程萬里。2007年17大，薄一波的兒子薄熙來進入政治局，習仲勳的兒子習近平成為胡錦濤接班人。李鵬心裡很着急，李鵬就去向溫家寶提出將李小鵬調到政府部門任職。溫家寶不動聲色答應了李鵬的要求，但暗中為李小鵬挖了一個致命的坑。2008年6月，李小鵬被任命為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排名第2副省長。按理說李鵬應該滿意了，但李鵬可气壞了，因為山西省是產煤大省，遍布小煤窯，重大安全事故頻發，加之內部權鬥激烈，官員關係錯綜複雜，
是有名的麻煩省，把李小鹏放到山西，豈不是借刀殺人？李鹏到胡錦濤那裡大吵大鬧，最後胡錦濤只好答應李小鹏的副省長分工仅為商務、市场監管、外事、旅遊等，不分管安全生產。2014年，山西省委果然出现了官场地震，在習近平的力保下，李小鹏方才轉危為安。李鹏次子李小勇曾擔任武警水電指揮部政治部副主任，1998年捲入一起金融詐騙案，之後逃至新加坡，直到2019年李鵬去世，他才戴罪回国奔喪。李鹏子女中最招摇的莫過於李小林。李小林曾任中国電力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電力新能源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被稱為電力一姐，曾被美國財富雜誌評為2007年全球商界女強人。李鵬家族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就一直壟斷控制着中國的水電行業。李小林在中共红二代中是比較招人恨的那類，其明顯的特徵是炫富、貪腐和口無遮攔。習近平上台之前，李小林出席重大場合時，其衣着、配饰、提包和手機價格不菲，都是世界頂尖品牌。李小林衣着大多選擇意大利和法國的頂級設計師的作品。習近平上台後，李小林的衣着、配飾迅速樸素起來，其變化被廣大網民稱為無恥的作秀。李小林的貪腐一直是輿論界關注的重點。2013年10月，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說，中國電力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小林捲入外資進入中國保險業的交易。儘管中電國際在其官方微博上澄清，李小林未與任何保險公司有個人往來，後來此事件不了了之。2014年2月底，香港《亞洲週刊》刊發調查報道，李鵬之女獲海南批地逾100億內情，指李小林曾在已落馬的時任海南省副省長季文林的協助下，獲海南省發改委批的土地，價值逾100億人民幣。2015年2月，國際調查記者聯盟揭露的材料顯示，李小林在匯豐銀行有248萬美元存款，並與5個其他銀行賬戶連接。原國家電力公司黨組書記兼總經理高岩是迄今為止中共外逃最高級別的貪官。有媒體爆料稱，高岩與李小林曾在香港共事，交往甚密。高岩曾是李鵬的愛將，是由李鵬一手提拔至國家電力公司任職的。2002年，高岩出逃時仍是李小林的同事。有媒體質疑高岩外逃與李小林有千絲萬縷關聯。據報道，2015年6月，李小林以中電集團前副總經理、香港上市中電國際董事長的身份前往香港，被海關禁止出境。當時瘋傳李小林已被紀委調查。李小林問題多多，但他屬於那種沒有自知之明又大言不慚的紅二代。他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我的成長是自己一步一步努力的成果，只享受沒有背景的成功。李小林文化不高，但參政議政的熱情不低，他的提案由於雷人，受到輿論關注。2012年3月，在全國政協11屆5次會議期間，李小林遞交了一份關於社會道德建設方面的提案，稱，我覺得應該給每個公民建立一份道德檔案，以此來約束大家，每個人都要支持。此言一出，激起網民憤怒。有網友認為，恰恰相反，應該是公民對官員進行道德評判，官員要給民眾建立道德檔案，很荒謬。想必是李小林在網上看到了太多討伐李鵬家族的內容，但他不僅沒有因此感到羞愧反省自己，而是想堵住天下人的嘴，可笑之極。李小林的私生活也是媒體關注的焦点。李小林的丈夫為劉志元，與李小林育有一女。李小林有一神秘情人，他就是中電國際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原老總黎亮。在李小林的支持下，黎亮在5年間由一個普通的商人成為了資產過30多億的富翁。有人指出，李鵬家族參與了侵吞三峽國有資產，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人就是李小林的這個情人黎亮。據傳，中紀委先從這個人開始調查，從他那開始，作為處理三峽這個大案子的一個突破口。可見李小林劣跡斑斑，
但奇怪的是，為什麼當初習近平、王岐山的反腐卻對他網開一面？這其中有什麼原因呢？李鵬子女都因李鵬而飛黃騰達或不受法律的追究，表明在中共內部並沒有真正的反腐，而只有權力鬥爭與政治清洗。李鵬儘管已經命歸黃泉，但他的6·4血債、三峽大壩工程必將會受到歷史清算。李小林和李鵬的其他子女固然有红二代的免死牌和丹書鐵券，但終將難逃審判。